请二位自我介绍一下自己，或者哪里人，叫什么名字，什么时候来的深圳。那我先来，我叫小雨，然后，是14年来的深圳，也有10年了，10年多一点了，然后一直是在做游戏行业。然后我叫洋葱，我是广东人，我是13年来到的深圳，但是我是16年进入的这个公司，然后现在是在做产品运营。然后也是17年左右，就是跟小雨他们相识，加入了就是公司内的一个志愿者协会的视障关爱组，是里面的一个成员。我主要是因为刚进公司的时候，其实就是想认识更多的人，所以我就加入了这样子的一个视障的一个协会。第一场活动的时候就认识了Lobo， 所以就是主要还是想认识更多的人，然后也确实是通过这个活动，然后认识了更多的人，然后也了解了视障群体。我的话，其实我已经有点想不起来当初的初衷，就是为什么要去参加这个活动。勉强能想起来的话，初衷或者说一开始的那个立意是为视障朋友给他提供一些 IT 的帮扶，那个时候还是比较局限在编程这一块的。然后当时会觉得很有意思，又是非明眼人的一个场景下，然后又是搞 IT。其实跟我的工作，因为我之前是做游戏开发的，所以这块也是有一些交集。我会很好奇他们为什么可以怎么样，然后怎么做，然后可以做到什么样，所以带着这样的一个好奇心去参与的。然后其实也没有想到会坚持下来这么久，一个是因为就是大家在小伙伴们共同努力下，其实是我们现在也不仅仅是做 IT 帮扶，也会做一些社会性的或者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简单的，刚才也提到了，不管是手机啊、电脑啊，或者是一些生活技巧，甚至一些就业技巧，或者是比如说其实我们还有一个什么职场培训，就是给那个视障朋友来介绍我们怎么样去做一个在工作中和互相，不管是他们的视障的同事或者是明眼人的一些合作伙伴去打交道，就是现在的那些培训的方面其实是更广泛一些了，能看到哪怕是大家能够收获一个点外卖的技巧啊，或者是说是能够知道怎么样去使用滴滴打车这么一点点的，或者哪怕是让大家可以有个机会周末出个门，都会让我们觉得还是有一些成就感的，然后也会让自己不管是认识新的同事的小伙伴，还是说是视障朋友的小伙伴，了解到大家不一样的生活，也都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琼琼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OK， 那我补充一下我这边的想法吧。因为我本来就是做公益的时候就秉持的是一个理念，就是我希望是跟有爱的人做更多有爱的事情，所以就是我非常幸运的是觉得我确实是加入了这个组织，然后认识了他们，然后也确实是有很稳固的一个关系。而且其实视障群体的话，这么多年下来，其实就是学员其实也是很稳定的，就是你每年他们能坚持下来的学员，他们的面孔其实你是能叫出一些名字的，所以就是也可能是这么就是非常稳定以及纯粹的简单的这么一个关系，所以就觉得坚持下来也挺好的，就是这样。对，更像朋友吧。对，其实并没有说是什么帮助与被帮助，对，就没那么高大上。但这个时候我会想说，他们是不是需要我们去用一种特别的方式去对待呢？其实我这块至今也没有想明白，但是我自己去行动的一个标准是，我会觉得他们是在视障朋友之前，他们首先是我的朋友，那么就是我会把他当成一个普通的人来看待。我不知道这样可能这样不是对于所有的人都合适，因为比如说大家应该也听过，就是之前余华不是和史铁生说过一个走铁生我们去踢球，然后但其实这个大家是当成一个温暖的小故事来听的，对吧？但是可能有一些朋友他会相对的不太愿意让大家跟他聊到比如说看或者是一些需要眼睛去行动的事情，但有一些人其实是不介意的。所以这一块的话我其实就是没有办法摸索出来一个很标准的行动方式，那么就把他当成一个普通朋友了解他的方式就好了。那你认为最好的相处方式应该是？在不知道的时候跟他去确认就好了。就比如说
他介不介意一些事情，就是还是先把他当成一个普通的朋友。其实这块的话，我觉得是所有人每个个体都会有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是跟他去沟通，跟他确认就好了。那我也做个补充吧。然后其实刚刚讲到了，就是我希望的理想的一个状态的话，其实就是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所以其实就是对于这些人的话，我们是希望说他们是自助者自助，就是我们作为施助者，其实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就是更多的走出去，然后成为就是他们能独当一面的一个正常人吧。对，这我觉得就是理想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们给到他们的，他们也能吸收，然后也能就是学以致用。可能我的初衷并不是说是帮助其他人，而是我只是想去了解更多的事情。倒不一定是说是视障朋友相关的，而是我就是保持一个好奇心嘛，就是所有不知道的事情都会想了解。所以跟他们的相处过程中，我会觉得就像认识了新的朋友，或者是就像你比如说你认识了一个新的行业的朋友啊，或者是新的国家的朋友，都能从他们的聊天或者是行为中能够知道一些你平常不知道的东西。我觉得每回有这种收获的时候都会很开心。有一次是我们去仙湖植物园去看花，其实我们那个队伍浩浩荡荡，当时有多少人？你好像有去是吧？我没去那次没去。对，然后好像至少是有70吗？70-80？没有那么多吧，加志愿者可能有那么多。就是我们的队伍，因为大家的脚步伐的节奏啊、速度可能不一样，我们拉长到了大概有个100多米的那种队伍。然后虽然可能就是可能是志愿者会跟视障朋友来描述我们看到的花呀，或者是那个场景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但是呢，结合反馈过来，就是知道视障朋友们或者是其他志愿者平时的生活中是遇到了什么事情啊，或者是有什么新鲜的有趣的想法呀，就是这些分享的过程是让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感觉是在我日常的生活中不会体会到的，就是只有在我去主动去参加这些活动才会有这样的收获，就会觉得很有意思。OK， 然后我讲一下我线下就是在视障帮扶的时候遇到的一些小事吧。就是其实那个是17年的事情，那个是我加入视障关爱组其实没多久的事情。但是我们其实视障 IT 帮扶的一个活动，其实就是它其实是一个视障导师就是教视障学员一些 IT 知识的一个课程。然后那个时候的话，其实某一天华妹跟我说，就是那个视障导师有事没有，就是那一天不能来，所以我就充当了那个小小的导师。然后那一天的话，其实华妹有提前跟我说，然后我也提前备课了。然后他其实是教的是电脑 QQ 怎么使用。那天只有3个学员，但是就是你即使提前备课了，你其实也没有就是能了解到他们的一些更多的疑问吧。其实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对于视障人来说的话，他们其实使用电脑的时候其实是需要用一些读屏软件的，就是你每个快捷的手势或那个键盘的一个操作可能都不一定，你其实是不知道的，因为你不需要嘛。所以就是你反正就是没有，我个人觉得那一次没有太当好那个导师的一个身份啊。但是就是怎么感觉你要哭了？没有要哭，但是就是觉得说还是一个不错的体验了，只是没有太做好。对，你们在生活或者是工作中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呢？时间管理、人际管理，我觉得时间除了钱撇开不说的话，时间应该是我们最宝贵的东西了。确实，因为这都是很有限的嘛。然后特别是大家也经常说我们是个牛马的城市，就是基本上深圳的生活感是比较少的，所以大家会花大量的时间投入在工作中，然后这个工作且不说能不能，这个时间且不说能不能转换成符合大家预期的一个金钱，但是时间的分配，不管是工作啊、家庭啊，或者是你自己的个人爱好、业余时间，这块确实是我觉得每个人应该都会觉得很难。那你们就是像时间在这么宝贵的情况下，你们在做这些志愿活动的时候是有什么
感受呢？或者是对，其实也是要有取舍的，就像有的那个成员可能今年或者是这几个月会比较忙，那就其他人就会多 cover 一点他的工作，或者说他原来他比较擅长的工作，可能就会有没那么擅长的人来协助一下。但是确实，而且这里面其实有个冲突是，不管是社会资源，还是说这个指的，不管是我们借的场地啊，或者是一些请的一些老师，我们志愿者通常是只有周末或者说是非工作日才有空的。但是其实视障小伙伴们大部分的是倾向于说是工作日进行一些培训活动，特别是他们周末可能也会很忙。因为不管是他们也有自己的工作，或者是自己的生活嘛，所以这块有一定的冲突。其实没有很好的平衡方法，只能大家互相迁就。罗伯这边的话，之前是因为他项目很忙，所以就是一般都是做线上的一些支持，譬如说就是跟导师这边的一些沟通，然后还有就是分配那些每个公益项目视障公益项目的一个时间。对，因为我们其实视障群体它的一个时间其实比较固定，一般都是在周末的上午，因为他们下午其实有一些也是需要去上班的，对，所以对于上午的时间的话，就是所以就是会把，就我来说的话，我会把这个时间就是空出来，然后就想说我报名了这个活动，我就要参加这样子。还有就是譬如我们就是最近也跟罗伯就是也算是就是也不叫加入吧，反正就是初步了解了梦琪那边的一个口述影像的一个那个项目。我们现在其实也有加入到就是对应的一些电影的一个口述稿的一个编写，这些其实我们最开始的时候以为是不需要用那么多时间的，但是没想到就是觉得说它其实也是需要，就是可能需要有一个初稿完之后可能还有一个优化稿，然后之后可能还要跟就是口述的同学就是一起磨合，然后最后才是就是那一天口述电影的一个就是一个实际的一个活动。对，所以它其实如果这么算下来的话，你大概是可能不间断的是需要4周的时间去投入到这个整个项目的一个过程。对，所以其实就是一个时间的管理上，看你是把它就是投入的更多，还是你个人就是希望你自己的生活更多一点。对，其实刚才琼琼刚才举的2个例子，就是说这个是撇开工作日常的工作和本身的生活轨迹以外的两种例子，一个是碎片化的，就是比如说刚才说口述影像的4周，可能那4周会每天晚上拿出1个小时，比如说第1周每天晚上会拿出1个小时，然后第2周可能就只需要1-2个1个小时，然后第3周再怎么样。然后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整片的，就是他说的其实琼琼和海洋的在周末参加的出勤率很高，几乎每个周末都会花1个上午或者2个上午去全程的陪同视障朋友去进行一个你们算领队哈，也算助教，领队，就是相当于是要组织作为一个因为我们会在公司内或者是外面招募同样的志愿者，通常是需要1到2个志愿者去匹配1个视障朋友去做一个助教，对吧？然后他们这种角色其实更多是除了基础的帮助用，还要把视障朋友和其他志愿者给作为桥梁衔接起来，所以一个组织和领队的形式。然后他们要投入整个上午的时间，然后持续比如说1个学期，就是这个帮扶1个学期10几20节课，这个体量其实还蛮大的，10到20节课。那像你们进行了这么多年的这个志愿活动，你们就是觉得未来自己会以什么方式继续投入在这个活动呢？你们对未来有什么一些展望吗？那其实我们更倾向于就是琼琼刚才讲的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其实更多的就是或者说是从一个其实这个例子可以举我们那个钢琴调律师的那个项目，刚开始可能是一个课程，然后其中有一个学员或者是导师，然后发现他有这样一个技能，然后他也有这个心去带动所有的视障朋友去取得这样一个
通过培训取得这样一个职业的，应该叫对资格证，对从业的资格。那么其实我们在整个立项的时候的目标，我们会说，比如说我们想打造一个协助他们一起打造一个全深圳的可以在全国可以作为一个领头项目的一个感觉的，比如说视障的一个由视障的工程师组成的一个调律小队。那其实是一个我们会在立项的时候会说是虽然是我们的理解的角度可能也不一定够，但是希望说是能够描绘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未来的一个畅想的状态吧，就给大家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的机会。因为我们其实每年的收集大家对于什么课程感兴趣的时候，也会发现其实对就业这一块是，或者说怎么赚钱这一块是不管是不是视障朋友都会很感兴趣的一个话题或者是一个角度吧。我知道你还有要说的，你来吧。来补充。OK， 其实刚刚萝卜讲到的这个就是就业的这一点，其实也是因为那段时期之后，我们其实就是发现，其实就业这一方面其实是越来越难的，所以就是我们才想着说，视障群体其实也会更有这样子的一个需求的一个场景，所以我们才是就是拉起来一起讨论这个视障群体就业的这个可能性。然后也确实是因为这个钢琴调律的这个课程，然后算是把它奠定下来了吧，就是因为有涉及到就是实际就业，然后也实际就是开了公司创业的这种情况，所以就是它是一个好的一个趋势。然后我们也是希望说这种趋势也是能就是从别的一些项目，譬如说有别的一些可能性的一些社会资源去介入，然后让他们学习一些可能需要这一方面能力的弱势群体的这样子的一个就业群体，去帮助他们赚钱。对，其实有一点就是我们其实接触到的视障群体，除了在盲人按摩店的那些群体之外，我们其实能看到的，或者是我们在这种视障 IT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视障活动里面接触到的这些视障群体，他们其实都是已经是算是逐渐能走出来的这些人。对，不管是他们能不能打车，或者是能不能坐地铁公交，或者是能不能就是参加这些活动去认识其他更多的人，他们最开始可能是想着去认识别的一些视障朋友。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我其实还蛮有印象，就是我在视障那个课程里面有认识到一个大姐吧，然后就是她其实我觉得她偏向于想在这个课程上认识其他的一些朋友，而不是说就是每周对过来学什么课，然后她可能对她，而且她也知道自己的吸收能力比较弱，对，所以她这个时候她的依赖程度就会很强。但是我们其实是希望说她其实能就是也希望她能交到朋友的同时，就是能就是放开自己，就是能在生活中就是更多的走出来，然后去学技能吧。对，你们现在想能对对方说一句话，你们会说什么？我们对方呢？对，现在是吧？现在节日快乐啊！怎么这样？我还想说谢谢你，萝卜。啊，你又要哭了吗？没有，我会示意性满含泪水的看着你然后很感谢这几年，别这样，很感谢这几年认识，太肉麻了。OK，没了。